Historical Fragments 1. 在明尼苏达州的寒冷冬夜，小鲍勃·迪伦在父亲的商店里第一次听到了布鲁斯音乐，那是他心灵的启蒙，也是他音乐之旅的开始。有一次，他想要一把口琴，但父亲认为他应该先学会珍惜。小迪伦做了一个决定，通过帮忙整理库存来赚取它。几周的辛劳后，他终于拿着自己的口琴。那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梦想。他用口琴吹出的第一个音符，是否预示着未来的音乐传奇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，也是从小事做起，学会珍惜和努力。Historical Fragments 2. 小鲍勃·迪伦不是那种一出生就站在聚光灯下的孩子，在学校的才艺表演中，他第一次上台却因紧张而忘词，但他没有逃离舞台，而是即兴用口琴演奏了一曲，赢得了观众的掌声。这次经历教会了他一个宝贵的教训，即使在失败的边缘，坚持和勇气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。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教育孩子面对困难要有勇气，不害怕犯错，并从中学习。迪伦的首次表演是否已经暗示了他将成为舞台上的王者？ Historical Fragments 3. 有没有想过，一张尘封的唱片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？青年鲍勃·迪伦在朋友家里偶然听到了 Woody Guthrie 的民谣，这如同天启一般，照亮了他音乐的道路。他决定不再成为另一个摇滚明星，而是要成为一个讲述真相的歌手。他开始写下自己的歌曲，讲述尘世的故事，最终成为了民谣的代名词。这个转变向青年创业者展示了什么？或许追随内心的声音，才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最佳选择。Historical Fragments 4. 当世界在你脚下时，你会选择沉默还是发声？在越战和民权运动剧烈的60年代，青年鲍勃·迪伦用他的吉他和歌词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。他不仅仅唱歌，他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，抗议了不公，唤起了人们的共鸣。他的音乐成为了无数青年的力量来源。如何从迪伦的故事中汲取灵感？或许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，找到自己的声音，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才能真正触动世界。Historical Fragments 5. 谁能想到，中年的鲍勃·迪伦会在画布上重新找到他的声音？他不仅用歌词绘制了世界，还真的拿起画笔，在画布上展现他对生活的理解。迪伦的画作在艺术界引起了轰动，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不断探索的艺术家的另一面。难道这位歌手、诗人还有未被发现的才华？这个故事让我们意识到，无论年纪多大，创造力都不应被束缚。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找到新的自我表达方式。Historical Fragments 6. 想象一下，一个以吉他和口琴闻名的摇滚歌手，竟然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这听起来像不像童话？但这正是中年鲍勃·迪伦做到的。2016年，他因其歌词在创造新的诗意表达方面的贡献而荣获此殊荣，这标志着音乐和文学界的一个历史时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才华和贡献是不受界限的，真正的艺术能够跨越所有的边界。那么，迪伦的故事是否启示着我们，伟大的成就往往来自于勇于跨界和打破常规的勇气呢？ Historical Fragments 7. 怎样的老年生活才算充实？对于鲍勃·迪伦来说，老年并不意味着退休，而是开启新的事业。在他的70多岁时，迪伦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威士忌 Heaven's Door， 这位音乐图标把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完美的态度带入了酿酒领域。这个故事不仅告诉我们迪伦在音乐之外的新探索，也是对所有人的提醒，不管年龄多大，追求激情和创新的火焰不应熄灭。Historical Fragments 8. 当我们以为已经完全了解一个人时，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一面。你知道鲍勃·迪伦不仅是音乐家，还是一位雕塑家吗？在他的晚年，迪伦开始创作大型铁质雕塑，
并且这些作品被展示在了全球多个地点，包括蒙特卡洛的赌场花园。这个转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艺术家不断进化的灵魂。这是否告诉我们，不论年龄多大，我们都有能力去创造，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？ Historical Fragments 9. 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的歌声如何回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？鲍勃·迪伦这个名字代表了一场文化革命，他的音乐跨越了半个世纪，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和思想。从 Blowing in the Wind 到 The Thames They Are A-Changing， 他的歌词成为了反战和民权运动的旗帜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变革和正义。但迪伦真正的影响力是不是超越了他的音乐，成为了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？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艺术家如何通过真诚和才华，触动人心，改变世界。 Mark of the Day. 在明尼苏达州的风吹草地上，有个孩子，他的名字就像一首未完成的歌曲。鲍勃·迪伦，他出生在一个简单的犹太家庭，生活在音乐的包围中。那是一种旋律，预示着他将如何改变世界。小时候，他的手总是紧紧地抓住吉他的颈部，仿佛是在抓住命运的线索。青年时，他的心灵被民谣和摇滚的狂热所点燃。他决心将自己的声音投射到人群之中，他像是一颗射入文化天空的流星，照亮了60年代的黑暗。在大学辍学后，他带着一把吉他和充满激情的诗行，前往纽约，那里他的偶像 Woody Guthrie 躺在医院里，等待着年轻的鲍勃去致敬。迪伦的音乐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里开始萌芽，那里的灯光昏暗，但他的才华却如同灯塔一般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迪伦从一个躁动不安的年轻人，成长为音乐界的传奇。他那独特的沙哑嗓音和深邃的词曲写作，成为了无数人内心那第一段故事序喊的声音。他的歌曲如同时代的映射，讲述着战争的残酷、爱的复杂以及自由的渴望。他不仅是在唱歌，更像是在用音乐编织一个个人和集体的梦想。从 Blowing in the Wind 到 Like a Rolling Stone， 每一首歌都似乎在问世界一个深刻的问题，而世界回以沉默。中老年时，他的音乐风格不断转变，融合了摇滚、乡村、福音等元素，但始终保持着那份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诗人的灵魂。鲍勃·迪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坚持自我，在变迁中寻找永恒的故事。这位吟游诗人的足迹遍布世界，而他的音乐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家园。在他的歌声中，我们找到了反抗的力量，也找到了安慰。他是怎样做到的？这个问题或许只有风知道。鲍勃·迪伦的音乐和诗歌穿透了时空的屏障，影响了全球的听众，包括那些在远方中国的人们。60年代，当迪伦在美国的舞台上用音乐传达自由和反抗的声音时，中国大陆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。在那个时期，中国的年轻人被要求唱红歌和革命歌曲，以文化的形式表达对政治运动的支持。迪伦的歌曲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隔阂，并没有在那个时候传入中国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中国的开放，他的音乐最终也触及了这片土地。迪伦的歌曲如 The Thames They Are A-Changing 和 Mr. Tambourine Man 等，成为了全球年轻人心中反抗传统、追求变革的象征。中国的年轻人从80年代末开始，也渐渐接触到了迪伦的音乐。他们在这位诗人的歌声中找到了表达自己情感和理想的方式，尤其是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文化自由的过程中，迪伦的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，也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迪伦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于，他用音乐和词汇打破了条条框框，提倡个性和自由表达，这也是现代化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。他的音乐不仅推动了音乐风格的创新，更在全球文化中注入了一种对权威挑战的精神。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来的音乐人，
从民谣到摇滚，从流行到嘻哈，甚至跨越到了文学和绘画领域。迪伦的影响力无处不在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，可以说迪伦是一个时代的声音。他见证并参与了文化和社会的变迁。在美国民权运动、反战抗议中，迪伦的歌声像是一面旗帜，激励着人们为了正义而奋斗。在世界范围内，他的音乐成为了人们心中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共鸣。迪伦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的传奇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他以音乐为媒介，讲述人性的故事，表达了对世界的深刻洞察。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中，迪伦如同一只不断前行的航船，不仅引领着音乐的风潮，更引导着人们的心灵向着自由和光明的港湾航行。他的影响深远，超越了音乐本身，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，启发着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变革，勇敢地表达自己。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。鲍勃·迪伦，这位音乐界的传奇人物，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充满了许多令人着迷的意识。比如，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突然宣布电气化，在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首次拿起了电吉他。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对传统民谣的背叛，却也开启了摇滚音乐的新纪元。再来一个关于他个人名字的小故事。鲍勃·迪伦出生时被命名为罗伯特·艾伦·齐默曼 （Robert Allen Zimmerman）。他在大学时决定改名为鲍勃·迪伦，灵感来自于诗人迪伦·托马斯 （Dylan Thomas）。这个名字不仅成为了他的艺名，也预示着他将像诗人一样用歌词影响世界。还有，尽管鲍勃·迪伦以其歌词的深刻见解和社会意义著称，他却曾经自嘲地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歌有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受过教育的猪写的。”这种自嘲和幽默展现了他对自己艺术的谦逊态度，以及在公众形象与个人真实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。迪伦也是个不断重塑自己形象和音乐风格的艺术家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他甚至转向了福音音乐，并录制了几张基督教福音音乐专辑。在这个阶段，他的音乐充满了对信仰的探索和表达。即使在进入晚年，迪伦依旧活跃在音乐舞台上。他的永不停歇巡回演唱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。这位传奇歌者仍然在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，用他那永恒不变的沙哑嗓音演绎着自己的歌曲，影响着新一代的歌迷。这些有趣的事迹让鲍勃·迪伦不仅仅是个歌手或诗人，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，一个永不褪色的文化图腾。